曾经喊着活下去的万科，如今真的快活不下去了，20亿，这是万科成立38年来第一笔还不上的债务。有人说，放弃40%股份是王石最大的糊涂账，听财阀一席话如听一席话。看似在所有地产大佬中，王石看起来最傻，不要股份，不搞家族化，提前退休。但当年那个放弃1000亿股份的疯子，如今成了行业里最自在的闲人。这到底是运气还是最高明的算计？咱们把时间倒回1988年，那会儿深圳正是遍地黄金的时候，32岁的王石手底下万科要搞股份制改革了。按当时的规定，团队能分到公司40%的股份，他是老大，这40%里的大头，按理说该是他的，这要是留到今天，值多少钱？少说也是1000亿级别，中国首富的位置说不定都做过好几轮了。可王石却摆摆手，直接不要了。但他公开的解释是，突然太有钱，在80年代很危险。听着玄乎，但其实水深着呢。首先，你得看看万科的出身。他一开始是挂在深圳一家国企名下的，说白了，戴着红帽子。当时的政策是政府占60%，员工团队分40%。注意，这40%是分给全体员工的，不是王石一个人的大红包。就算他脸皮厚全要了，后来公司一次次扩股引资，到他个人手里还能剩多少？可能也就剩个零头了。其次，你晓得王石当年老丈人是谁不？那可是广东省的大领导，这身份在当时太敏感了。你说一个高级干部的女婿一夜之间变成亿万富翁，这新闻炸不炸？会不会有人眼红？会不会被盯上？王石自己也明白，在中国有时候钱太多了，真不一定是好事，搞不好就成了罪过。但最核心的，我估摸着王石心里有小算盘，他可能想的是，股份我不要，但这公司还得我说了算。他后来到处说那句名言，我不用股权也能控制万科，听着多牛啊！这套职业经理人的模式后来成了他的金字招牌，万科也成了中国公司治理的模范生。但是这也埋了个巨雷，公司的股份太散了，没有真正说了算的大老板。结果后来就出事了。2015年那个著名的宝万之争，野蛮人宝能系直接在市场上买，差点就把王石给踢出局了。所以你说他当年是高尚吗？是被迫吗？我看啊，更像是一个在复杂环境下能屈能伸的聪明人。在那个连私有财产都不太好大声说的年代，他选择把名分让出去，把实权抓在手里，这操作你说妙不妙？那1000亿股份没了，王石是不是就穷了？可别替他操心了，人家日子滋润着呢。当万科董事长那些年，他年薪基本都是1000万级别。最风光的时候，一年工资加奖金好几千万，就算不炒股不投资，光靠工资几十年下来，几个亿早揣兜里了。这数目是咱们普通人几十辈子都挣不来的。那会儿的王石爬珠峰、搞环保、出书、演讲，是企业家里的头号明星。请他出席个活动，讲几句话，那出场费都是天文数字。接个代言更是轻轻松松几百万。即便是退休后，他每年也能从万科领1000万退休金，这听起来简直是神仙日子吧。可去年万科出事了，资金链紧张，王石居然主动公开说这每年1000万我不要了，这一下子又上了热搜。现在他自己爆料说存款就剩几千万了，这话得这么听，在咱们普通人看来，几千万那是天文数字，财务自由了。但在他原来那个顶级富豪圈子里，跟那些动不动身家几百亿的大佬比，他这点钱还真不好意思上牌桌。以前一起玩的企业家们可能一顿饭就吃掉他存款的零头，所以回到核心问题，他亏了吗？我看未必。咱得开个上帝视角想想，假如他当年死抓着那40%股份不放，能不能安然无恙的走到今天都是个问题。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多少突然暴富的倒爷老板后来都出事了。钱太多，在那个法律和观念都还不完善的年代，真可能变成催命符。再说了，你看现在万科这个惨样，负债8000多亿，到处被催债。如果王石还是大股东，他现在就不是悠闲的爬山做红烧肉了，而是天天被债主堵门，头发估计愁得一根都不剩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当年轻装上阵，现在反而能隔岸观火，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幸运？现在聊聊万科，这出戏更精彩。王石差不多退场了，他亲手搭起来的舞台却快要塌了。先说债务，听着都吓人，总负债8000多亿，其中今年马上要还的就有100多亿。最要命的是，有2笔总共57亿的债券，跟投资人商量晚点还，结果人家不干，直接算违约了。这就好比信用卡还不上，爆雷了。然后就是各种冻结，今天冻你一个物流公司，明天冻你一块地，累计冻了20多个亿的资产。
这就像你家的银行卡、房子、车都被法院查封了，你还咋过日子？谁来救场？最后还得是国家队出手。万科的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啪啪啪砸了300多亿进来，救命！钱进来，话事权也进来了。现在万科从里到外，管理层全换成了深铁的人。那个曾经标榜市场化、经理人说了算的万科彻底告别王石模式了。说白了，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彻底结束了。过去那种借钱买地、盖楼、卖钱再借钱的永动机模式玩不转了。王石其实早就预感到了，但他可能没想到冬天会这么冷这么长。如今74岁的王石现在每次露面，头发全白，瘦瘦的站在比他小30岁的妻子田朴珺旁边。网友的嘴多毒啊，说他跟在老婆后面像个跟班小弟。当年爬珠峰的硬汉呢，现在怎么这么虚了？他俩这婚姻从开始就不被看好。都说田朴珺是心机女，图老头的名气和资源，但事实可能没这么简单。你看他们的生意分得门儿清，田小姐自己开公司搞文化做教育，手里有几家企业。王石呢，玩他的环保、赛艇、投资，名下公司也不少。但神奇的是，他俩的公司在股权上、业务上基本没交集，各赚各的钱。田朴珺甚至公开说过，我的收入比王石高。这话真假不论，但至少说明人家不是靠王石养着的。现在王石连退休金都不要了，收入大减，搞不好家里开销还得靠田小姐呢。这么一想，到底是谁帮谁呀？话说回来，王石这一生的选择题其实也是他们那代企业家的集体难题。选择题一，要1000亿股份还是要安全上岸？他选了安全上岸，结果避开了无数明枪暗箭，安安稳稳功成身退，你说亏吗？好像也值。选择题二，要绝对控制权还是要现代公司制度？他选了制度，结果打造了一个标杆，也埋下了失控的祸根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选择题三，要老头子的尊严还是要活出自己的样子？他选了后者，结果被全网嘲笑，但他自己爬山、画赛艇、做公益，好像活得还挺带劲。王石的故事根本没法用简单的赚了亏了来评判，有时候被浪拍下去，有时候又站在了潮头。现在房地产的盛宴散了，万科也风雨飘摇。回头一看，当年那个主动放弃巨额财富，选择当个经理人的王石，反而可能是最能潇洒转身、拍拍屁股走人的那一个。不用背负1000亿债务，不用为公司的生死存亡彻夜难眠。所以啊，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也问我自己，如果让你回到1988年，站在王石的位置上，眼前摆着40%价值1000亿的股份，你是会一把抓过来赌自己成为首富，但前途未卜，还是会像他一样洒脱的推开，换一个更安全、更自在的人生？关注财阀，带你吃瓜式看财经。